当雷声再次响起的时候，阿德知道给他的时间不多了，他感觉雨中还是细小，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信号。现在他必须要尽快找到一个能让他藏身的地方。正当他跑到半山腰时，一个巨大的岩石地形，看情况这场雨散落一地的冰雹，说明今夜一定会降温。他决定就躲在这里，等大雨过去再继续出发。岩洞的内部有很多碎石，他现在要利用碎石在拐角处搭建水壁。虽然现在还没降温，但像这种极端对流天气的出现，夜晚大概率会迎来大风，导致气温迅速下降。虽然也是夏季，但中伯利亚这个季节遇到冰雨，最低还能达到58度。如果此时你所在的地区也在下雨，那你就在评论区里说一声，或者打出来一个下雨的表情。据说高级一点的设备打出来下雨的表情中间没有闪电，我的就有，我看看都有谁和我的下雨表情。阿德利用了岩石的拐角处作为掩体，在两侧搭建出石墙，让其形成一个窝。这样做不仅能有效的阻止发作，而且还有一个更大的用处。现在他要解决庇护所地面的问题，雨被风吹入，导致地面的黄土非常潮湿，这根本无法居住。长期的身体潮湿会导致失温，而在这百里无人的荒原失温，那绝对是最致命的事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先利用了石块在门口处做台阶，这能有效地阻止地面积水再次灌入。之后，他找来了大量的松针叶，扔进了庇护所。这种植物在野外很常见，并且松针的枝干是纯木的，表层富有的树枝不易吸水上潮，只要将其层层堆叠，形成空隙，就能隔开潮湿。不过阿德担心夜里暴雨太大，他在庇护所的底部也挖出一个排水渠，这样就有了双重的保险。现在他要为应对今夜的低温提前做出准备。潮湿是在野外环境当中最无感而且是最致命的事情。现在阿德要在门口搭建石造，石造的位置就在他庇护所前面20公分处。目前他的庇护所在巨石体系内已经形成了窝棚。他从背包拿出了床单铺在松针上，之后他开始准备柴火。只要石造点燃，巨石内的空气潮湿的空气通过石造被盛满的气后吹入地，再配合着松针床垫，就算是外面冰雨交加，只要他躺进庇护所，就一定会既干燥又舒适。天已经黑了，此时外面雷雨交加，温度很低。阿德也拿出了他最喜欢的豆子罐头，放在了石灶上。感受着外面极端的天气，阿德非常庆幸自己没有执着前行。此时的豆子罐头也加热好了，在这种环境下还能吃一口热乎的食物，他感觉很幸运。这种带有印度辣椒的罐头让他的身体瞬间就感觉温暖，并且在辣椒的刺激下，他感觉好吃到停不下来。饭后，他躺在了庇护所里，天然的巨石为他形成了最好的保护。可能是这2天太累了，他都没有好好休息一次。听着外面的雷雨声，他感觉躲在庇护所里很安全也很舒适。他亲手搭建的庇护所和松针床垫让他刚躺下没一会儿就进入了深度的睡眠。